要知道，萧炎所面对的乃是来自神界域中的噬梦一族，而且实力更是达到了大道极限主神的层次，并且拥有万毒榜第3名的噬梦毒王身。就算是寻常的大道极限主神对面这样的对手时，都感到十分的棘手。所以，即使牧尘这样说，眼前的危机远超他们的想象，萧炎是否能够逆转乾坤，逃脱升天，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就在众人为萧炎的处境担忧时，萧炎的意识在一片混沌中游荡，直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的神魂拉进一个神秘梦境空间。而这空间就是噬梦毒界一个以主宰神魂死亡的神秘领域，一旦进入其中就会必死无疑，更何况这是10重噬梦魂。在这噬梦毒界的四周弥漫着深红紫色的毒雾，它们仿佛都有着自己的意识，不断地在萧炎的神魂上啃食侵蚀。毒气的刺鼻气味令萧炎感到窒息，似乎每一口呼吸都在消耗着他的生命力。我的神魂力量在不断地减弱，这里是什么地方？萧炎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力量在一点点流失，那种无力感让他的心中涌起了一阵不安。哈哈哈，在我的噬梦毒界中，你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劳无功，你的神魂力量都会被噬梦侵蚀，到时候你将会魂飞魄散。而在这无尽的梦境与毒雾之中，魂梦王的那声音如同幽灵般回荡，嘲讽着萧炎的无力，宣告着他即将面临的毁灭。萧炎并未应答，他的神魂在噬梦毒气的冲击下愈发显得坚定，仿佛是在对抗着这股死亡毒素。他的双眼紧闭，聚集起所有的心力，准备施展出自己最后的手段。在这个充满绝望与死亡的空间里，萧炎的反抗如同一缕微弱的光芒，却蕴含着摧毁一切的恐怖力量。就在他集中精神，准备施展手段对抗这噬梦毒界之时，那声音又响起了，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放弃吧，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开我10重噬梦魂的力量，感受死亡的拥抱，让这片领域成为你最后的安息之地。是吗？虽然你的噬梦毒王身很强，但排在恶男毒体之后，那就说明噬梦毒王身也不过如此。要不要照一下你内心的世界？你说什么？内心世界？显然对于萧炎的话有些不解，魂梦王的声音从这噬梦毒界的每一处角落响起，让人诧异。然而萧炎则是站在了原地，一动不动。当他缓缓抬起头，睁开眼眸的那一瞬间，那双瞳孔之中宛如一片可以映照出世间万物的镜子，可以看到万物内心的世界。诸星世界与你共度。萧炎嘴中一声呢喃，随着这声音传开，张开了自己的双掌，诸星神火瞬间破体而出，开始化为一片黑色火海。炙热的高温充斥着四周空间，而后黑色火海开始极致的压缩，即便是噬梦毒界在诸星神火在这股压缩的力量下，开始出现了让魂梦王都难以置信起来。因为他的10重噬梦魂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景，梦境壁开始扭曲，显露出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大黑色空间。噬梦中的毒气直接被那黑色空间吸入其中，仿佛是被带入了另一面世界。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做了什么？当魂梦王见到自己的噬梦毒气被那道黑色空间吸入进去后，他的眼眸直勾勾地望着那巨大的黑色空间，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自己映照在那黑色空间中的面孔，那是他最为真实的特写，也是魂梦王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模样。在魂梦王的倒映在黑色空间中后，仿佛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身体，使得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动弹，双眼都是失去了原本的光彩，只剩下空洞与迷茫。他的内心被瞬间揭开了最痛楚的一页，那些有恐惧不甘、有痛苦的一面，在这一刻全部暴露在诸星世界之中。痛苦如同潮水般涌来，吞没了魂梦王所有的抵抗，只留下无尽的颓废与绝望。黑色空间中映出的不再是他平日高高在，而是成为了他最不愿面对的自己。其实世间万物都有自己内心的真实一面，而这真实的一面也是最软弱的一面，就算这软弱的一面隐藏得再好，但在诸星世界中统统都会被映照出来。而一旦映照出来，那么就会被诸星彻底的困在诸星世界，直至被诛杀为止。这是什么东西？为何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不要看自己，不要！诸星世界中，魂梦王此刻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头，跪在地面上疯狂地大叫，他想释放出内心的恐怖。然而在这诸星世界中，这样的恐惧只会被无限的放大，从而让你更加的无法直视面对内心的世界。你们噬梦一族不过是蛊毒神族的弃族，即便你现在成为万毒榜第3又如何？依旧无法触及毒神灵王体，只有万毒前2名的毒体才能够成为毒神灵王体的机会，恶男毒体和焚焰毒皇体才是蛊毒神族一直认定的存在。而是梦毒王身兵、残毒王身破恶毒王身，虽在外界人士看来被蛊毒神族认可，但是蛊毒神族真正认可的只有万毒前2名。不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噬梦一族永远不被认可？为什么？为什么？魂梦王痛苦地大喊起来，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内心的阴影，那些被压抑的恐惧痛苦，
此刻都在这黑色的空间中，又仿佛得到了释放。痛苦在他的脸上凝固，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表情，仿佛要一直痛苦下去。而魂梦王的心灵似乎在这刹那间被彻底摧毁。此刻，魂梦王的内心世界环境消失不见，只剩下这一道黑色空间，宛如无尽深渊，将他的内心世界照映出来后，现在也准备要将其吞噬其中，永远无法脱离翻身。这就是诛心的可怕之处。这便是魂梦王的内心世界，看来也不是表面那般光辉。既然无法面对自己最真实的一面，那么你就彻底的永坠诛心中吧。诛心可比杀死他更为的残忍。萧炎的双瞳一凝，一股无形的力量引动着黑色空间，魂梦王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逐渐的吞噬他的内心世界，永坠诛心。啊，不要，我不想被永远的困在这里。你不是一直想要找恶难毒体的天毒圣女吗？我可以给你她的信息。魂梦王的内心世界彻底的被诛心诛杀，他宁愿死也不要被永远困在诛心世界中。一位大到极限主神实力的魂梦王，在被诛心神火的神迹困住后，他的内心带着无尽的恐惧，表情扭曲狰狞，他想要抓住自己最后的希望稻草。或许是听到了魂梦王这一番话的缘故，萧炎的瞳孔都有着微微异动起来。他有些疑惑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找恶难毒体的那个人？看着这句话有效果后，被诛心的魂梦王立马急促地回答：因为在你的神魂被我拉进噬梦毒界后，我可以短暂地看到你内心世界的某一个片段，当然这也是10重噬梦魂的特殊能力。萧炎的脸上无比的平静，但内心早已经波涛汹涌，因为小医仙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他现在在何处？我告诉你，你放过我可以吗？魂梦王抓住自己这唯一不被诛心的机会，小心翼翼地问道。然而萧炎直接抹灭他的最后一道希望，有些不耐烦的道：你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魂梦王咽了咽口水，见萧炎如此的坚决，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如果我说只有我能帮你保护天毒圣女呢？我凭什么相信你？萧炎一脸严肃地看着魂梦王。因为天毒圣女前不久被焚情赤焰一族的焚情赤焰之力击伤后，虽然关键时候被恶难一族的族长所救，但是那位族长也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势。在这种局势上面，焚情赤焰一族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其实焚情赤焰一族不仅对蛊毒灵元素感兴趣，更是对天毒圣女的恶难毒体也感兴趣。因为焚情焰毒体乃是万毒榜第一的超级毒体，能够压制恶难毒体的只有这超级毒体。如果焚情焰毒体与恶难毒体交融，将会诞生一个超脱万毒榜之上的最强毒圣体，而这个是焚情赤焰一族中的秘密，我也是无意间得知，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毒之一族知道这个秘密。两个毒体交融，诞生出超脱万毒榜之上的最强毒圣体，这焚情赤焰一族要做什么？萧炎好奇地问道。他隐隐感知到这焚情赤焰一族正在谋划一场不为人知的计划。魂梦王摇摇头道：我也不清楚，我知道的只有那么多。你应该也隐隐知道，焚情赤焰一族可不是你想象的那般简单。如果我所料不错，如今的恶难一族族长受伤，怕是会被焚情赤焰一族围剿灭杀。至于那位天毒圣女是否脱离危险，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只要你放过我，我可以帮助恶难一族从焚情赤焰一族的灭杀中暂时掩护起来。这也是魂梦王生存下来的最后希望。他直接讲重点。萧炎的那双眼眸紧紧盯着魂梦王，从后者那郑重的神情来看，应该不会有假。你比起恶难一族的底蕴还弱一些，你哪里来的自信说从焚情赤焰一族的灭杀中将他保护起来？你说的不错，我们噬梦一族的底蕴的确比恶难一族要弱一些，但我们噬梦一族中却是有一道噬梦裂缝，我可以将恶难一族的族人带入噬梦裂缝，可以暂时躲避焚情赤焰一族的追查和感知。你可以不信，也可以让我永坠诛心，但是我不保证那位天毒圣女会不会因此而被焚情赤焰一族的族人所抓获。你现在自己决定吧。魂梦王将自己的话全部讲完，如果对方还是不选择相信自己的话，那么他也无话可说。在萧炎片刻后的思考之后，他选择暂时相信魂梦王所说的话，语气也变得认真起来。好，我暂且相信你，我可以留你一条命。如果发现你骗我，那么下场你是知道的。听见萧炎终于说出饶自己一命，魂梦王在心中暗自的松了一口气。他如今的实力已经大到极限主神，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败在一位来自下界的青年手中，这还真是一道极大的讽刺。